1987年11月12号，肯德基在中国第一家餐厅落户北京前门，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现代化西式快餐品牌。那是一个点了炸鸡却问服务员要筷子的年代，很多人以为炸鸡不好拿呀，就得带着锅来装，也有人觉着吃鸡那得论只买呀，于是大家开口就是给我2只肯德基。那个年代，肯德基还在收外汇，接待的客人也主要是外宾，一般的国人还是吃不起的。那个年代去北京旅游，前门的肯德基就和现在的网红打卡点一样火爆，人们争相和肯德基的老爷爷去合影，排队1小时才能买到1块原味鸡。吃顿肯德基成为不少人儿时的梦想，生日宴要是能在肯德基办的话，那更是一个奢望。至于把婚礼放在肯德基办，那是真的土豪。作为一名资深的 KFC 食客，今天来到阔别10多年的前门，咱们就拜访一下这位年近40的中国首家肯德基门店。现在是从这个前门地铁站出来了啊，出来之后的话，这前门跟我以前溜的时候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啊。现在开了各种的小店什么的，这还真是有点陌生啊，好久都没来这块儿了。大北照相馆啊，小时候来过这边的时候照过相。哎呀，这边修的真的是挺好的，在北京待的话很少出来这边逛。上一次到前门的时候啊，大概还是在08年左右的时间。那个时候呢，正值北京奥运，前门呢大概是在北京奥运之前的1年多的时间里边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修缮，直到奥运开幕的前夕才正式的开街。整条前门步行街的建筑风格呢，是按照20年代、30年代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去重建的。那个时候入驻前门步行街的店铺啊，基本上是以老字号为主，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全聚德啊、东来顺啊这些老字号，还有很多空置的店铺啊，还是处于一个招商的状态。所以用4个字形容我对当时前门的印象啊，那确实是乏善可陈。10几年后啊，再次来到这条前门步行街呀，虽然有着琳琅满目的店铺，包括知名的老字号、品牌连锁餐饮、网红店、特色小吃店、文创纪念品商店等等，但是我却丝毫没有想探索的欲望。只能说和10多年前的前门相比啊，依然是乏善可陈，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和商业布局，前门也没能逃脱和全国大多数历史文化街区一样的困局，很难感受到有历史文化吧。我今天来前门干嘛来呢？是不是？也没事儿的话，你跟家待着不好吗？我今天来这个前门这儿是来吃这个肯德基来的。那肯德基这不是到处都是吗？干嘛非得来这儿吃呢？前门这家肯德基应该来说是中国第一家的肯德基。我当时是1987年的时候啊，11月份，在这个北京这个前门开业这家店啊。所以说呢，来这边吃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纪念意义啊。毕竟1987年到现在的话，也差不多将近40年的时间了。这边这哥们儿在玩这个轮滑呢啊。哎，有点那个花样滑冰那感觉啊！哎，真的是好久不来这边，这边变化真的是挺大的，就好像第一次来一样。王朔和我们的时代啊，我可以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我必须知道我不是谁。写的很有哲理。现在还有将近400米才能到呢啊！中国第一家这个肯德基门店，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啊？其实味道都差不多，这边人气还是挺旺的啊！好长时间没来这边了，我现在也跟个游客差不多啊。进入天安门地区还得预约啊，那就算了，不进了，咱就看一看远处的这个天安门广场就完了。哎，就是这儿了啊！据说当时开业的时候，这边特别热闹啊。当时11月12号，在1987年那一天啊，中国的第一家肯德基能落户北京的前门，也确实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。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，需要吸引外资，当时别的行业都已经有合资企业了，唯独餐饮行业没有。北京市当时也是定位往国际大都市方向发展，市政府早就想考虑要引进一些美国的风味小吃，于是1984年就率代表团去美国考察，
考察最终呢，重点选中了肯德基和麦当劳。由于当时中国人觉得鸡和小吃比较贴切，于是最终先敲定了肯德基来华。同时呢，北京的旅游局也希望吸引一些黄毛老外进来，畜牧局呢也想卖鸡，而当时美国肯德基呢也在访华寻求合作，于是三方都有需求，这么一个背景下，这样就有了中国第一家肯德基门店。当时是整个从1层到3层都被这个肯德基给包下了啊，将近这个1500平米，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一家肯德基门店啊，容纳的顾客量啊应该是能到500个人左右啊。人生第一次来到前门肯德基，并没有如想象中一样体验到一丝历史的厚重感。餐厅内整体的设计和布局和其他肯德基门店也别无二致，唯独这面记载肯德基历史发展轨迹的背景墙，才隐约提醒到人们，这里是肯德基在中国的首家门店。前门肯德基在刚开业的时候推出了一款7块3的套餐，包含2块原味鸡、1杯鸡汁土豆泥、1份蔬菜沙拉，还有2个小餐包。本来想在这里复现一下这份经典套餐，但结果发现我想多了。好，谢谢。好。我还想按当时那个7块钱套餐里边那个东西去点啊，但是后来只有这个原味鸡是有啊，菜杯也没有啊，土豆泥也没有。这个汉堡呢，刚开业的时候是没有的啊，它只有这个外边这个面包胚，他们叫餐包那种。然后汉堡是过了2年之后才有的，当时售价是4块5。就现在我来这个前门店里边，其实人也不是很多啊，虽然外边游客很多，但是游客来的话，基本上都会尝一尝炸酱面或者北京烤鸭呀这种当地的这种美食啊，所以来这个肯德基来吃东西的人还是不多。这顿饭最终点了一个香辣鸡腿堡、1个土豆泥、2块原味鸡，还有1杯可乐，花了62块钱。如果换算成1987年的购买力，大概是13块钱。而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那一年才刚刚突破1000元大关，月平均工资也就不到100块钱，这还是平均水平。那普通人的工资收入水平大概也就是在70、80块钱左右。一个人吃一份10块钱的肯德基套餐，相当于花掉月收入的1/10，在那个时候来说算是相当奢侈了。我儿时的一大梦想就是长大后能顿顿吃上肯德基，如今看来大体上已经实现了。您可能会觉着吃顿肯德基算得了什么？你怎么就这点追求呢？但是我觉得只有知足才能长乐，今天能吃得起就好好享受，珍惜能吃得起肯德基的每一天。谁知道哪天吃肯德基又变成梦想了呢？最后还有一个小小愿望，希望肯德基赶快把我最爱的田园脆鸡堡还给我，谢谢。我操，大 A 又新高了，牛市真他妈来了。最后再看一眼这个可爱的肯德基老头吧。哎呀，哎呀，酒足饭饱，吃出来了。这太阳有点往下落了啊，这天又有点稍微有点阴，感觉又要下雨。来一根冰棍溜缝，来一个这个雪糕，才15。这个多少？这15块钱。15给我呀。这雪糕这有点软啊，怎么？口味只能说一般般，没有什么奶味儿。曼联梦剧场啊，还真是第一次见，这变化还真是挺大的。文化中国陈字街区看实在是看不懂。我爱北京啊！
如果各位观众老爷觉得咱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还请您点个赞、点个订阅、点个小铃铛。下期视频再见。